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则发生在泰国。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嘛，我前一阵子有去泰国，然后回来之后，我在我住宿的饭店有碰到事情。那其实我碰到这些事情之后，这次回来我就想说，找看我们泰国的怪谈，然后让我找到一则。而且为什么我想要介绍它，就是因为它发生事情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饭店的附近，哇！然后也碰上我们饭店出的状况。我们饭店碰到什么样的状况，我可以简单先跟大家讲，不然这支影片可能快要到年底了才会放齁。我们住的房间，1楼是客厅，2楼有房间，然后3楼有房间。我本来是住在2楼，那我住在2楼是因为那个房间里面有厕所，其实还蛮方便的，虽然抽烟不太方便就是了。然后呢，那日本朋友在3楼，因为我年纪大嘛，然后脚不好，爬楼梯觉得蛮辛苦。结果睡完1天之后，他就跑下来跟我讲说，他在房间里面碰到状况。我就跟他讲，真的吗？他说真的。然后我说换房间，我去睡他有问题的房间。然后他听说他到2楼之后，好像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了之类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还有碰到莫名的敲门声等等之类。OK，anyway， 那今天这一则怪谈呢，就发生在我住的饭店附近。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有兴趣来做介绍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去泰国时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叫奈奈站，我们就住在那里，没错，曼谷很有名的红灯区哦。好，至于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这件事发生在昨天晚上，2025年12月10号，我在泰国曼谷的素坤驿路上，介于索伊23和索伊4那那之间。这里是红灯娱乐区，我从晚上10点开始就在这条街上来回走，因为2年的女友刚把我给甩了，我只想喝得烂醉，找个漂亮的女孩聊聊天。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半了，酒吧都已经关门了。之后的夜生活转移到街上，路边开始出现推车和塑胶桌椅，让人们继续喝到早上6点。我正在寻找一种脸孔，像我前女友那种脸。她来自柬埔寨边境地区，那里的女孩有高额骨、丰满的嘴唇和深色的皮肤，她们看起来就像是吴哥窟浮雕上的高棉天女。对我来说，她们就是美的化身，优雅、女性化、异国风情，又带有神圣感，就像那个伤透我心的女孩。我需要一个替代品，但眼前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她的美丽。在街上游荡5个小时后，我终于在路边一家小酒吧看到一个笑容。那一瞬间，我以为她是我前女友。我无视其他女人问我你要去哪，直接朝那个笑容走过去。我走近她，然后整个人僵住，一切都一样，眼睛的间距，脸颊优美的曲线，嘴唇的轮廓，最重要的是她的笑容。唯一差别的是她头发带一点棕色调。我上前用伊桑方言跟她打招呼，你好吗？女孩只是微笑，招手让我坐在她旁边的塑胶椅上。就在路边，我摸了摸她的脸颊，在闷热的泰国夜晚，她的皮肤摸起来却是凉的。我跟她聊了5到10分钟，问她从哪里来，混着英文、伊桑语、泰语，还有一点高棉语。她笑我的笑话。当我拿出前女友的照片给她看时，说他们长得有多像。她惊讶地瞪大眼睛，她问我是不是也想让她当我的新女朋友呢？她把手放在我的手里，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摸着她的头发靠回去，沉浸在这夜晚的氛围当中。在曼谷，事情发生的一切都很快。路边小酒吧有2个女人在经营，她们正盯着我看。我回头看她们说，怎么了吗？他们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喝点东西。我说我要一杯加盐的雪碧，泰国的解酒饮料，还有我的新朋友想要的东西。那2个女人对看一眼，其中一个问，先生，你要哪位小姐？我转向右边，看着我旁边的女孩，她又对我笑出声来。我转回头对2个女人指着我旁边的女孩，她，我这样说。2个女人笑了，我微翻白眼，她们的表情像在说这个疯狂的发廊是谁？你要一杯加盐雪碧吗，先生？其中一位问道。我又转头看我的新女朋友，
他正在把手滑到我的大腿上。对，还有给他来一杯。我说谁？那个女人问。我开始有点生气，但在泰国你必须保持冷静。我慢慢说，让他听懂。坐在我旁边这位小姐，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先生，没有小姐啊。”我转向右边，看着空空的椅子，我全身窜过一股寒意，像有人穿过我的身体。我吓坏了。她去哪了？我问说：“谁？那位小姐啊。”先生，没有小姐啊，你一个人坐着啊。我跳起来转身，路上有计程车和小贩在卖玫瑰给单身的男人和他们的伴侣，但那女孩已经不见了。其中一个女人的脸色相当的害怕，她开始快速跟另一位女人说话，快到我都听不懂。关于泰国，你应该知道，这里是全世界最闹鬼的地方。每个人，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知道鬼魂的存在。人们宁愿去找巫师，也不去找心理医生。两个女人几乎立刻断定我看到鬼了，她们一点都不觉得我疯了。补充一下背景，这是我第二次在泰国遇到这种访客。第一次是几年前，我曾在这里教过一篇故事，关于我在护身符摊贩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聊天。所以要么我正在变成精神分裂，要么我现在开始对死者变得敏感。这两次都是在情感创伤之后发生的事。当我心碎的在街上游荡时，我一定对某种能量变得敏感。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出我正在经历的事。我还在消化这件事，有点被吓到，只是把这件事写下来，记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谢谢你们的阅读。好，介绍完这个人的经历，我不知道但换个角度想，假如他能碰到像这样的一个梦中情人的话，他要不要考虑我们来台湾，然后进行我们的冥婚仪式呢？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接受对，没错，它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我饭店的附近。其实我饭店走过去看是在哪里。它假如是比较后面一点的话，走路过去到5分钟，快要到车站那边的话，就大概10分钟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很近。然后就碰上我饭店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至于这个女孩子是谁呢？我只能说了，因为那个地方是风化区。那因为我有去吃路边摊，我有问当地人，其实在附近的不管饭店啊，多少都会有发生一些意外事故，导致有人不幸伤亡。那大部分都是在那边卖的那些女性，那包含我们的饭店也有，这样大家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了那这个人所碰到的会不会也是有可能不幸在那边意外往生的一位女性的灵体呢？我觉得机会还蛮大的。那这个地方其实我必须说，你只要去泰国，你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去走走，自然要小心，因为我们在那边被偷钱。对，这个也蛮可怕的但不知道是泰国人还是因为他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印度啊、巴基斯坦啊那一带，还有就是伊朗那边那一带的脸孔啊，所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你们到那边也是自己要小心，不止这些好兄弟，你要担心真正的人好 ，OK， 那今天的恐怖观察就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이어서서